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在无线暖暖里，此区域家具摆放过多无法摆放的话，要怎么继续完成建造？其实是可以继续建的。首先在无线暖暖里面如果我们建了2层楼以上，然后第一层楼已经用心装潢，往上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办法继续摆家具了。那这个情况，难道它就只能变毛坯屋吗？难道无线暖暖就是容量有限暖暖吗？那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先了解暖暖家具摆放的原理。我在小红书找到这一篇，它主要是说，我们刚刚受限的那个空间，其实是有很多小区块组成的。那这些小区块，如果它的总额在一个大范围内，容量超过3000的话，就不能摆放家具了。然后这个摆放家具限制的中心点是以暖暖为基准，而不是以我摆放的家具为基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在摆放家具的暖暖，它只要移动到其他总额加起来不会超过3000容量的区域的话，那就可以继续摆放家具了。所以用这个原理，就可以用等一下要介绍的2种方式来继续摆家具。再来是这个容量限制，由地面到天空100米，所以等于说你要离开的区域是水平面的，如果你在垂直面移动的话是没有用的。那第一个方法就是直接这个原理的应用。首先我们摆放一个家具，然后呢，我就是按着勾勾的按钮不放，就想办法移动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不过呢，如果超出一个程度的话，它会变成红色，变成红色就表示太远了不能放。那你就再往前一点，然后可以往前以后变成绿色，再往后一点。你要拿捏一个距离，在最远的地方放开，它就可以放了。好，我们回来看，的确家具有放好了。不过呢，要提醒一下，这个方式有一个缺点，就是当你放的家具它是非常小的时候，你在移动的时候，有可能不小心就复制非常非常多它这一个家具，例如像这样，然后就会觉得很麻烦。所以你要保持你的准心一直在那一个家具上。可是如果这家具它非常小的话，你就非常难维持这个准心的准确度。如果你在家具外框是红色的时候放开，就会失败。所以这种方式比较不适合用在小的家具上，比较推荐用在像是墙壁或者是窗户这一种比较大的物件上。因为你这样子远离的时候，你可以比较容易把准心保持在它的位置上，然后不会复制出过多一样的家具。那如果要放小型的家具，就会比较推荐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我这边要放一盏灯，然后我在放这一盏灯的时候好，我先把它移动到正确的角度。这一种方式是用复制的方式，我们刚刚那个按着勾勾不放会复制第2份家具嘛？那如果我在复制第2份家具的时候，其实第2份家具它会留下来在对的位置，所以说先找出我要放的位置的旁边一点，然后我把它复制出来，然后这时候就会复制出这件家具。可是我的准心上还是有一件家具，但是没关系，这时候我们就提着这个家具，然后到一个很远的地方。那如果我想要改变一下位置的话，也是一样，我可以在我准心上有家具的时候重新再摆放一次，然后我们就飞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在这个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下来，放在天空上，然后再赶快把它删掉，这样就不会放过多的家具了。我们回去看有没有放好。回去看，的确它放好了。用这种方式就比较适合用在小的家具上面。不过用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我会很难精准的知道我复制的
家具它的位置实际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想要精准的话，我这边有这个方式的进阶版，就是我先把家具放在我最后想要放的位置，然后复制出一个新的家具来。这时候这个家具就是我一开始要放的家具的位置，所以我就是再把我准新的家具对准这个复制出来的家具，然后再重新复制一份回去原本的位置，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位置很准确的家具了。最后方式也是一样，把它移到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再把它放好，这样子家具就可以放在你想要而且比较精准的位置上。再比如说，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放了这个调味料的组合，像这种很小的家具，调味料架这种很小的，就真的很适合用这种方式。不过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种例外，就是我在放餐垫的时候你看我在这边复制，结果呢我想要摆放的位置它是可以摆上去的，只不过它是会多一组它的双胞胎，但是也没关系，我们就是用一样的方式移动到很远的地方放好之后，然后回来复制出来的那一组删掉，也就可以摆到精确的位置。可是这个方式不是每一种家具我都可以试验成功，所以这个就要大家去试试看，是有哪些家具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摆放的。然后我在这边想摆上那个可爱的动物面包不过摆上去发现它们太挤了，所以我又重新再把它摆一次，这样子的话结果就会比较完美，中间有留一点空隙。没想到这个蜜蜂面包这么大个，这两个很可爱，我来拍照一下。这个方式用在矩形的物件上非常方便，因为你很好判断前后左右。可是如果用在圆形的物件上面，会非常难判断前后左右，所以你在要找相对位置的时候会变得很难对齐。所以你看我的水晶灯，它最后还是非常难卡在那个正中心的位置，这就是这种方式的缺点吧。另外，如果是这种可以自己换自己照片的话，它是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的。因为你看，如果复制的话，它会变成是复制一个空白的，那我们传的话就没有办法在里面。所以这种时候，你只能使用一开始说的第一种方式，就是直接拉它然后飞到非常远。所以我整间房子后来几乎都是用这两种方式，慢慢一砖一瓦把它摆上去的，真的是非常辛苦，真的是希望以后可以好好改进这个功能，不要让我们建的那么辛苦。这样子就算区域家具容量上限达到的话，还是可以继续摆放家具，继续装潢你的家。只不过当然这是会有一个风险，因为我觉得游戏之所以会限制，可能是担心比较差的手机或者是比较差的装置，就是没有办法跑得动这些家具，所以才有这样的限制。所以用这种方式摆，有可能你的家园会比较容易当掉，或者是说很卡。例如说如果我从我家门这边突然冲出去的话，我在这里其实有时候非常容易断掉，可能因为这里好几层楼，然后上面有很多家具，然后又有一些树的光影那些的很多综合因素，它有时候在我就是很快要到这边的时候，突然游戏要做这么多事情，我手机在这里有时候的确会比较容易坏，就是整个游戏坏掉。不过我是觉得既然游戏的家具都做得这么精美，如果不能放出来又是真的很可惜。我是希望游戏房可以就是把它载入的效率再优化一点，比如说
可以判断说什么时候有些东西没有看到的部分就不需要载，就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画质啊。等到我画面移动过去的时候，它再慢慢载入，然后载入的时候也是先载比较低解析度的版本，再载比较高解析度的版本，或者是说游戏也可以判断硬体目前的状况是如何。如果说效能真的是有一点危险的话，那它可以就是自动帮我们的画质降低啊之类的，就可以做到一些优化。那我希望游戏还是可以保有很大的自由度，然后让我们继续开心的建造，在游玩体验也是顺畅的。当然我不是开发人员，我不知道这个开发难度会不会很高啦。我知道这游戏其实为了这些做了很多事情。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咯，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分享。那下次我再分享最后我建完的家，谢谢大家。对了，我有参加家园建造大赛，可以先把照片给大家看。